大家好，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我是美玲。你能想象嗎？一件原本收藏在國家級博物館的明代的國寶，有一天呢，竟然會突然出現在拍賣行高價拍賣。這可不是電影中的情節，這是真實發生在中國南京博物館的事件。BBC 中文網12月26號發表題為《南京博物院寶倒賣文物一案》一文匯總時代發展的文章，其中呢介紹說，事件的起因是一件於1959年捐贈於南博的明代畫家仇英的作品《江南春》，被發現今年的5月出現在拍賣場上，售前估價大約是8800萬元人民幣，約合是1256萬美元。捐贈者龐家的後人對此事進行了舉報。那麼更為詭異的是，根據該博物館的記錄，被公開拍賣的這幅《江南春》曾經在1960年代被中國專家鑑定為贗品，隨後呢便送到了江蘇省文物總店處理。後來呢，這幅畫作在2001年被一個神秘人物以人民幣6800元買走。在社媒上，這種操作被質疑為有人刻意監守自盜。這件事聽起來令人費解。下面這位博主晶晶說，事件觸及到了中國文物管理最敏感的地方。不得不說，這真的是太離譜了，簡直就像小說情節。60多年前，收藏大家龐來臣的後人把一幅明代頂級畫家仇英的《江南春》圖卷捐贈給了南京博物院。結果您猜怎麼着？今年這幅畫居然出現在了北京一家拍賣公司的圖錄上，估價是8800萬。這可把捐贈人的曾孙女龐淑丽女士給驚着了，立馬舉報。畫呢是暫時出拍了，但是這事兒可沒完了。龐女士一氣之下把南京博物院告上了法庭。就一句話，我們家捐給國家的畫，怎麼莫名其妙就要被賣了呢？它到底是怎麼從庫房溜出去的？南京博物院隨後回應，卻反而引發了更多的疑問。院方稱，這批畫作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被專家鑑定為偽作，並於90年代依規定處理完畢。但是呢，這個說法是漏洞重重。第一呢，既然作為偽作，卻拿不出完整的鑑定依據和流轉記錄。其二呢，即便當年認定為假，這樣的大批藏品處置是否曾經告知捐贈人或其家屬，始終是謎。其三呢，業內頗具聲望的龐家虛摘收藏為何？因此呢，這起爭議表面上是追問一幅江南春的去向，實則直指中國文物管理中最敏感的問題：程序是否透明，責任是否清晰，捐贈者的信任由誰來保障？目前，龐女士已向法院申請，要求博物館依法公開這批畫作的完整流轉記錄。那麼真相究竟如何？這段江南春的離奇漂流，只能交法律給出最終的答案。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麼離譜的事情？原因就是在中共治下的中國，博物館不只是保管文物，它還同時擁有3個權利：鑑定真偽、決定文物的級別和建議處置方式。那麼也就是說呢，同一個機構既是法官又是陪審團。一件文物一旦被內部專家定性為贗品，它在制度上立刻失去了國寶身份。特別是書畫的鑑定，它既不是通過 DNA 來檢測，也不能做指紋的比對，它高度依賴的是有聲望的專家來鑑定。那麼換句話說呢，鑑定的本身就是一種權利行為。只要鑑定結論寫成存疑、玩仿、贗品等等，那麼一件真品就能在紙面上變成不重要的東西。也就是說，真正可怕的不是國寶的消失，而是它們消失的合規、專業，而且還有文件。這些國寶是在中共治下人人貪腐的情況下被慢慢合法轉移的。那麼除了南京博物院的事件，還有另外一件更加驚人的事。按理說呢，臨摹名人的字畫，製造贗品，然後以假亂真進行調包，這樣的故事發生在小說與史話裡，都會令人嘖嘖稱奇。而在現實的生活當中，要想實施這樣的調包計，恐怕不僅需要高超的臨摹技術，還要有機會繞過文物收藏單位的層層的監管。單獨接觸這些珍貴的收藏品，還要有渠道進行轉手銷臧。要想同時滿足這些條件，可以說呢，並不容易。而在廣州美術學院
這樣的事情卻真實的發生了。我們來聽听博主蓉蓉說的詳細的介紹。廣州美術院的這個圖書館館長蕭元，靠着手裡管着藏品庫的鑰匙，他分了好多次，把齐白石、张大千还有八大山人潘天涛这些大師的畫作，一共是143幅，悄悄拿出來帶回家了。啊？你猜他帶回家幹嘛？收藏還是賣掉？他自己臨摹一遍啊，然後呢，把這個真跡留下來，仿造的假畫呢還回圖書館。你就說牛不牛吧？太厲害了！而且這143幅啊，有125幅呢被他委託拍賣公司給拍賣掉了，大概賺了3470萬。剩餘的18幅作品尚未出手，整體估值呢大約是1681萬元。而真正令人震驚的是蕭元的操作方式。身為美術專家，他一次為館藏做數位拍攝時，發現庫中會有不少的假畫，他並沒有上報，而是產生了一個念頭。既然別人可以畫到這種程度，為什麼自己不行？身為館長，依照規定需要3名管理員同時在場才能夠開啟庫房，但他私下配齊了全部的鑰匙，得以自由出入，將真跡帶回家臨摹調包。為了做到以假亂真，他花2-3萬元購入明代宣紙，連墨印泥都力求還原，實現幾乎是1:1的高仿。那麼更荒誕的是，庫房管理員只核對數量，並不具備鑑定能力。案發以後，警方要他辨別倉庫中的假畫，他卻發現其中有些甚至不是自己畫的。因為後來有人將他的仿品當成真跡，再次造假調包，形成了層層套假的鬧劇。在他賣出的125幅作品當中呢，還夾雜着自己臨摹的2次贗品，原本只是試水，卻全部被當作真跡成交，就連國內頂級拍賣行也是無人識破。在這裡呢，我們為大家補充一下蕭元的個人背景。蕭元是湖南省的寧遠人，1957年出生，他是作家、畫家，曾出版過多本美術史論著。他因為盜竊名畫罪於2014年被捕，並且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2017年死於獄中。在庭審過程當中，蕭元表示自己犯案時認為他臨摹的這批贗品會永遠收藏在圖書館中，因為當時他是圖書館裡唯一懂美術的人，其他人都不懂，只會點數，所以他在盜竊了10年之後才被發現。大家都知道中國是造假天堂，什麼都可以造假，當然文物呢也不例外。在中國河南省洛陽地區有一個叫做燕雲建村的地方，這裡就是專門仿製青銅器的造假村。村民們擁有着特殊的配方以及熟練的技術，仿造青銅器幾乎可以做到以假亂真。之前呢，就曾經有一位古董的專家將這個村的仿製品鑑定為真品。一位博主探訪一個看似普通的小村莊，卻發現這裡卻並不尋常。村中大街小巷擺滿了青銅器，隨便走進一戶人家，幾位大媽正在熟練地打磨着3星堆的青銅模型。他們原本只是普通的家庭主婦，在這裡呢，卻成了經驗豐富的手藝人。45歲的劉大姐從事青銅製作已經有20多年了，是村裡的老匠人。劉大姐回憶，早年他們主要製作銅鏡，一度被誤解為造假，實際上呢，只是工藝品，卻被中間商當成了古董高價倒賣。上個世紀80年代，一件被鑑定為真品文物的青銅鏡，最終被證實只是村民200塊賣出的工藝品。這一事件讓燕雲建村聲名大噪。此後呢，這裡仿製的青銅器因為過於逼真而供不應求，甚至讓收藏和鑑定界心生忌憚。劉大姐展廳中陳列着大量的青銅工藝品，其中不少是按博物館要求製作，做舊後直接用於展陳。她透露道，國家博物館中相當一部分展示用青銅器正是出於這個村子，就連世博會河南館展出的青铜鼎也是源自這裡。這些作品在重量、形制和秀色上幾乎與真品毫無差異。那麼不僅如此呢，在洛陽市孟津縣還有一個南石山村，這裡專門造假唐三彩，因此被稱為是中國唐三彩第一村。唐三彩是中國唐代盛行的一種低溫铅釉陶器，以黃綠白為主色調而得名，
是中國唐代藝術和文化的精華。讓我們跟隨下面這位博主一起去看看他們造假唐三彩到底有多麼的逼真。布洛克表示，再看這裡怎麼都看不像所謂的中國唐三彩第一村，街道普通，房屋低矮，跟想象中那種非遗聖地幾乎是對不上號。但路邊隨處可見的陶器、半成品和曬乾的工藝品，卻在提醒着我，地方應該是沒有找錯。於是呢，我決定再往村裡走一走，隨便走進一戶人家的平房看看。一進門，地上、桌上、角落堆滿了各式各樣的工藝品。說實話呀，當時並沒有感覺多麼的神乎其神，直到這位大哥把我帶上他家2樓，我才一下子明白了，為什麼這個村子能在業界聲名遠揚。映入眼簾的是滿屋精美絕倫的唐三彩作品，色彩溫潤，造型生動，幾乎讓人移不開眼睛。骆駝、彩陶罐、人物像一件件擺開，琳琅滿目，震撼感撲面而來。那麼最讓我吃驚的是，其中竟然有洛陽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三彩黑釉馬，而且呢，在大哥家裡足足擺着4件。那些在各大博物館裡常見、被視為經典的唐妞，這裡也是隨處可見。還有常被作為國禮贈送給外賓的牡丹瓷，同樣陳列在架子上，安靜卻自信。大哥告訴我，這個村子裡幾乎是家家戶戶都會做唐三彩。他從小就跟着爺爺學習這門手藝，一代接一代，從未斷過傳承。整個村子裡有上百家唐三彩制作的工坊。中國市面上約95%的唐三彩都出自這裡。外地不是不想學，而是根本就做不出來，因為每一家都有各自的秘方，而真正核心的技術始終掌握在這些世代相傳的匠人的手中。也正是這些看似不起眼的普通的院落，支撐起了唐三彩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聲名。既然在中國已經很難看到真正的國寶，那麼到哪裡才能夠觀賞到呢？我們為大家推薦4個地方。這第一呢，就是台灣故宮博物館。有大陸網友說，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從大陸帶走了大量的文物，現在這些文物全部都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裡，一件都沒有丟失。我覺得這才是真真正正的制度優越性。確實，台灣前總統蔣介石自1948年12月到1949年2月，分3批將故宮與中央博物院的精品珍寶共2972箱，由南京經海路運抵台灣的基隆。這些文物一共約有60.8萬件，目前全部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館裡。由於故宮的展出空間有限，常設展與特設展展出的文物僅佔總藏品的1%至2%。那麼如果將所有的藏品輪流展出一次呢，需要耗費100年的時間。這第二呢，就是英國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是海外收藏中國文物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截止到2025年，這裡收藏的中國文物涵蓋從新石器時代至今的各個時期，總數約為23000件。2024年的11月，大英博物館獲得了由大威德爵士基金會正式捐贈的1700件珍稀中國陶瓷，這使得博物館的中國陶瓷收藏總量達到約1萬件，成為了華語世界以外最重要的陶瓷收藏。目前長期陳列的約有2000餘件，受限於展場的空間，大英博物館常年展出的中國文物僅佔其館藏的10%。第三呢，就是美國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中國藝術收藏是西方世界中最全面和最重要的館藏之一，涵蓋了從公元前3000年至今的超過1.4萬件的中國文物。從新石器時代的玉器、商周的青銅器，到舉世聞名的宋元明清的畫作、明代家具以及清代陶瓷，應有盡有。博物館甚至還還原了一座完整的明代庭院明軒。這第四呢，就是法國的集美博物館。集美博物館是歐洲最大的亞洲藝術博物館之一，其中國藏品來源豐富，包含着大量敦煌藝術品以及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從敦煌帶回的珍貴文獻與壁畫。
這裡擁有超過2萬件的中國文物，涵蓋7000年的歷史，包括壁畫、大量唐三彩、溯源明清瓷器以及精美的古代青铜器。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給人希望，為正義發聲。感謝您關注看大陸節目，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我是美玲，我們下期節目再見。